这个视频呢，我想主要聊一下我的一些摄影的体会。在哈苏的 XED 和富士的 GFX 这样两款的便携性的中画幅微单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非常的想去购买的，因为在我购买徕卡的 M 系列的相机的时候呢，我当时手里还有一套 Pentax 宾得645Z 还有就是它配套的几支专业的镜头。Pentax 645Z 这个中画幅的单反相机呢，其实非常的好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镜头实在是太大了。它的相机体积其实我认为也还可以方方正正的，但是它的镜头实在太重了，所以呢，就是最后呢，我还是很想换一个更轻便的。但当我体验了就是哈苏的 XED 系列还有就是富士的 GFX 系列的这个中画幅微单呢，我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呢，他们的相机的对焦的这种模式呢，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模式，就我还是喜欢眼睛能够看到取景框里面那种光学对焦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认为呢，那个没有什么实质性。尽管呢，就是现在它也能做到非常简短的这种快门滞留的感觉，或者说可以一直以一个液晶屏幕的那种显示的，就是让你取景。但是呢，那种液晶的那种屏幕的取景呢，会让这个构图框里面呢，就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它有一些虚拟，并且呢，我认为它会伤害你的眼睛就你看久了以后，你的眼睛会觉得非常的疲劳。第二点呢，就是他们的对焦性能他们的对焦性能呢，尽管他们是有自动对焦的，但是呢，他们在手动对焦上的一种体验，没有徕卡的 M 系列呢，或者一些更传统的一些以手动对焦为主的相机来的那么的专业。但是他们的自动对焦性能呢，又没有响应非常的迅速可能就是有中间的对焦点就略微快一点，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这个对焦的速度呢，我觉得还是没有我想的这样的一种速度，我觉得还是慢的。比起我就是习惯性的用徕卡的这种手动对焦来讲呢，我觉得呢，只有就是他们第一次对焦对上的时候，如果他们就是这个焦点在一个平面的这个位置在移动的话，那可能那两台相机的速度会超过我手里的这个徕卡的这个对焦的速度。但是如果说是第一次，就是大家都是在没有开始对焦之前就开始用相机对焦的话，那这样就是我用 M 系列对焦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会来的就更好一点，更快一点。在我认为，有时候那个用富士或者用那个哈苏那两台机器呢，它对焦上会犹豫会比较缓慢。那在镜头这一方面呢，这个原因呢，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
选择替换成哈苏 XED 系列或者说是富士 GFX 系列的原因。徕卡的镜头呢，确实它还是要超过现在的那2台机器的镜头群。当然了，有些人他会说，或者实际上也是有这么多人在操作，就是他拿那2台机器呢转接一些徕卡的镜头。那以我过去转接镜头的这个经验呢，就是徕卡的镜头呢，还是在徕卡的机身上，它能够发挥最好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就是在镜头上呢，不是说选择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拍摄的一个风格跟品质的问题。这个徕卡的这个镜头，它确实还是要超过富士或者说那个哈苏的那个2个中画幅微单的这个镜头，现有的镜头。那如果那2个就是机器的镜头能够提升到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话呢，那我觉得当然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但是我认为这个概率很低因为这个是徕卡的它的一个积累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个人在测试当中呢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就是我这台手里徕卡的 M 系列呢是 M10， 它只有2400万的像素。那用那个不管我之前的就是 Pentax 的 645Z 拍摄的，那是5000万像素的，或者说现有的像哈苏的 XED 或者富士最新的 GFX2 都已经是1亿像素了，对吧？那它拍出来的这个画质，再加上44×33的中画幅的这个 CMOS， 它的这个画质，它是能够超越我这个M10的拍出来的这个画质。那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一个是高 ISO 的情况当如果光线不好的时候，那这2台机器的高 ISO 表现是更好的，它们这个画面会更加的纯净。第二个呢，就是它们的这个 CMOS 的更大呢，它让这个同样一个画面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它的细节会被放得更大，就它的画面感觉你看起来更饱满，而不是有这种视觉压缩的感觉，它是更立体的我们就平时会说它是更立体的。那这种感觉呢，确实是有的。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在我这台 M246 就是黑白的这台徕卡的只能拍黑白的这个相机上面呢，它拍出来黑白的照片和我用那2台相机拍出来黑白的照片转换成黑白的拍出来彩色的照片转换成黑白的呢，在画质上呢，还是徕卡的这一台只能拍黑白的相机的画质要更好一些。那至于是具体的分析什么原因当然徕卡官方有一些对黑白相机的这些系列的说明，但是呢，就是无非是说它是去掉了低通滤镜或者说是它在这个 CMOS 技术上有一个专门做对黑白的一种优化吧，或者说重新设计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我个人我说不出具体的原因，只是就拿这个画质来讲，这个拍出来的黑白的画质，它的锐度，它的这种立体感，我觉得是比较强的。那么在拍摄的灵活性上来讲呢，目前呢还是我使用徕卡的这个 M 系列的相机呢，在构图上面呢，我觉得它更有优势因为同样的就是那2台机器呢，也很难用在一些实际的
商业的拍摄上啊，因为第一呢，它确实只是一个44×33的这个画幅的，它并不是一个全尺寸的中画幅的相机。如果就是有一定的能用到中画幅的这个拍摄的需求呢，有经验的商业摄影师啊，还是会去使用全尺寸的数字后背，或者说是一些全尺寸的数码中画幅相机，因为那个在镜头使用上啊，或者说画质本身输出的那种品质上，还是要超越44×33的一大截。这个我在之前 GFX2 这个视频里面我已经说过这样的言论，是吧？但是呢，在一个平时的这种旅游摄影啊，或者说生活摄影啊，或者说个人的 blog 的使用啊，或者仅仅是摄影师他去摄影街头摄影，那两台机器的这种它的这个响应的这些速度，或者说由于它的这个画幅的构图的这个原因呢，它感觉呢，它的这个反应呢，我觉得会比我使用徕卡 M 系列呢就来的要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去自己去尝试一下，去体验一下的，是吧？那最后一个原因呢，它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就是虽然这个哈苏 XED 也好 ，X2D 也好，富士的这个 GFX 系列也好，这两台相机呢，它们做工品质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呢，在相机的二手市场上这两台相机呢，它们的你差不多以一个低于5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你就可以买到，在二手市场上就买到这样的一个相机。但是徕卡的相机的性能相机的这个保值的这种程度，还有就是镜头的这个保值的程度呢，它能够减少更多的一些损失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呢，也是我不太愿意去更换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之前645Z 的 Pentax 的这一系列相机呢，我当时是购买了645Z 相机，还有就是几支专业的镜头，我差不多花了有3万还是4万美元，我记得。可是最后呢，就是我把它们全部都在二手市场出售的时候呢，就只出售了1万美元，差不多只能就是只能有就是留下30%的价值都不到但是呢，徕卡的相机呢，我基本上我也就镜头这样置换或者说相机的置换基本上我损失的部分只有30%到40%是最多了。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也是就是我还是选择徕卡 M 系统的原因。那么当然了，就是如果未来呢，就是有一个全尺寸的中画幅的微单的这种相机呢，那我会毫不犹豫的去更换，即使它的对焦性能并没有超过现有的这个性能我还是会去换的，因为那个画质呢，它会真正的达到一个我心目中理想的中画幅的这样的一个画质，是吧？好吧，那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所以呢，就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觉得有你们的一些思路呢，我们也可以交流，谢谢。